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比比来三棒。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马来西亚知名音乐制作人和创作人李乃刚先生。他曾经呢跟张学友、张智成、杨宗纬、张碧晨、薛之谦等等众多非常知名的歌手合作，还为很多部影视作品创作配乐，包括在中国呢非常红的剧集《三十而已》，还有马来西亚的经典剧集之一《情牵难怨》。那作为一位在海外发展的马来西亚音乐人，他对于自己的身份和国家有着怎样的观察和见解呢？让我们跟他好好聊一聊。其实你进入音乐的这个部分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机缘？是你从小就喜欢音乐，然后在这方面就是音乐天才？没有，从小嘛，我觉得其实我10岁开始接触这个电子琴嘛，电子琴，然后从那边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音乐，因为在我们那个是你自己要去学的，还是妈妈逼的？没有，妈妈开始是学那个钢琴，可是钢琴老师太凶，我上了2堂课我就不想上了，因为我觉得太凶了，而且我觉得是压力，而且很怕。我上了1堂，他对我还好，第2堂的时候就直接是用那个木尺来敲打那个手指，然后打那个头，这么笨这样都会啪，然后我就不要去上了。那时候我应该是8岁吧，我记得。然后过后我就对音乐特别恐惧，然后直到有一天10岁的时候，我爸爸买了一架那个电子琴回家，然后他就自己在那边玩，他会一点点嘛，然后玩一点点，然后我就站在旁边看，我觉得很有趣，很有趣的时候，然后过后他就离开那个电子琴，他就上楼上了去洗澡，然后我就看，刚才这么摸，这样摸，这样摸，我就很有兴趣的去研究，然后后来就有弹出一首歌还是什么。我大概第一次碰你就弹出一首歌，这不就是神童吗？他弹什么，然后我就跟着弹什么，因为你好奇嘛。然后其实小孩子就是在7岁到10岁，甚至12岁的时候，只要很有浓厚兴趣的去做一件事情或者专注的话，我觉得可以学得很快。我可能那时候就是在那种情况下，而开始接触到就是音乐这条路，而且是不归路。10岁开始到现在，就是这样子进了吧。因为我觉得好玩，我觉得做什么事情，我自己的见解而已。挣钱其实是后来的 bonus， 可是你真的东西你要去钻研的时候，第一你觉得好玩，第二你真的是想帮助人类，你想要对这个世界有贡献，还是想要去救人命也好，还是想要说为这个世界能不能做出一些改变。当你有这种心情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的那个进度会比别人来得快，那个动力，他的动力不在于钱而已，就这样，在于意义或是使命，或者是好玩，或者是好玩，对。那你自己觉得说你在音乐方面的表现是天赋还是你的努力？天赋一点点吧，我看大概有5%、10%吧，其他90%都是努力吧。就是在人家看不到的时候，一直在那边嘟嘟嘟嘟嘟嘟嘟，一直在那边打磨，这个没有人看到，一定要的，这个是一定要的。而且就算是现在，我可以不用，我就是可以现在听歌，我一听了，我就可以把谱子写出来，不用弹琴，然后那个谱子写出来全部是对。但是我之前所下的那个功夫，我年轻的时候下的功夫下的很多的，才可以有现在的这一个的经验跟那个造诣去做出来，而不是别人所看到的天赋。别人所看到天赋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你看有一些小孩子，他们为什么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他们可能从小的时候胎教，还是甚至是父母从小1岁2岁的时候就一直让他 expose to 那个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他 expose 久了，他觉得这个东西很正常啊。我本来就会做，我爸爸妈妈整天都给我看，所以这个是所谓变成了一个天赋。其实他的这个天赋也有前面的一些积累，
对，就是对你来看，就好像说，可能有些人不知道我的广东话其实说的不错，然后因为我是槟城人嘛，所以他们会很意外，为什么广东话说不错？其实是因为我从小看港剧，我没有机会讲，然后就一直听到这个，刚好会回答一些朋友在留言区留言，然后是后来我去台湾念书的时候，我认识第一个香港朋友，我一开口他就以为我是香港人，哇，这个太厉害了，而且你还是槟城人，我是槟城人，可是我在槟城没有机会讲，但是那个过程就是因为我一直在看 TVB 的戏，然后我就一直吸收，可能就像你讲的天赋还是有一点点啦，但是吸收还是要有。所以刚刚你分享这个部分的时候，我有一点点想要提醒，就是刚好你知道我这种倚老卖老人啊，很多就是小朋友们现在他们看到在网络上，觉得大家展现出来的小红书也好啊，或者 social media 也好啊，他们看到很多很光鲜亮丽的一些画面，他们就可能会觉得说啊，我要当网红，我要当 YouTuber， 然后我要做一个一站出来就有人欢呼的人。可是实际上，很多人当中，他直接把前面的那一段抽掉。对，他们只是讲说我要当网红，但是我想要当一个音乐的网红，可是还又不要练琴，对，还要当音乐的网红。其实是很关于这很难的。个 social media 的东西哈，我就有话直说哈。很多人或者是很多的内容发布者，他们只想让你看到你想要看到的，或是他想要你看到的，对，或者是他想要你看到的，然后背后付出的一些辛酸，还是有一些比较负面，还是你很全力在打拼的那些东西，或是很狼狈，我觉得。对，你现在你看到的那个1分钟，可能人家已经用了10年来准备那个1分钟，可是他不可能跟你说，你要准备这个1分钟，你需要10年，这样子，那全部人就会觉得很 discourage 还是什么？且你还要用10年，我用1年可能就可以，别人就会这样子来做一个比较，然后很多人看的时候却没有想到说，他其实背后付出的是多少。其实尤其是现在比较新一代的00后啊10后，他们觉得说，哎，看到的事情是理所当然会发生的，然后我觉得他能这样打我也能，但是其实事情并不是那样，你所要1 plus 1 doesn't equal to 2 all the time， 有时你看到的2，可能人家是20乘20才有了那个2，这个是很多现在的年轻人看不到忽略的。略。可是就是可能有时候有人提醒了，可是因为没有真的经历过，也未必会感受得到。不过我也是要讲的，因为毕竟科技往前走嘛，现在又有了 AI， 确实啊，现在的人学习的机会、资源和方法都比我们以前快。对啊，这个是有的，我觉得是可以加速的。可是打磨这个东西真的是靠自己。对啊，打磨是不是在人家看不到的时候，你也一样在这个地方去钻研的这个东西，是我觉得科技那些不完全能够就是把它给抽掉，你还是要靠自己去把那个基础给打好。对对。那我有在资料上面看到啊，应该没有错啦，那个资料。就是我觉得你的经历里面有一个是我觉得哇好酷哦，就是你是 UCSI 的音乐老师吗？之前是吗？然后他们想说你创立了流行音乐系啊，就是这个创立了一个科系啊，应该是这样子讲吧。那时候UCSI 的前身叫做 Sedaya College，Sedaya College 的时候，那时他们有的那个音乐系就是古典音乐而已，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刚刚开始跟他们合作的时候，我是一名教这个电子风琴的他们的其中一个 tutor。然后我后来 join 他们 full time 的时候，就是他们想说，哎，他们想做一个流行音乐的那个东西，然后我就慢慢跟他们一起做下研究嘛。研究了过后就这样吧，然后就慢慢的就磨出来一个 course 这样子了，就是很多时候未必你看到的一个课程哦，就是我出来就是100% work 的什么东西，就是慢慢的在做。那时候我记得我是跟那个 principal， 他是叫 Elizabeth， 那时候我就还年轻嘛，20多岁，但是很有热血，你知道吗？就说哇，终于有机会了，我想说能不能有机会一下，想改变马来西亚的这个音乐圈子，那时候信心满满的。
哦，你20几岁那时候，那时候你就已经要改变马来西亚音乐界了。想，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过这么的一个梦想，热血沸腾的，我要改变世界。是不是你那时候看到那个音乐圈有你看不过眼的东西，你才会想要改啊？所以那时候你是看到什么是你看不过眼的，我要改咗呢樣嘢。因为那时候他们觉得说马来西亚的音乐就是那种很乡村啊，很乡下，很土的，不然就是那种觉得就是出来就是一听民歌民歌这样子的那种才是马来西亚的代表作。但是我自己个人认为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你不能因为你一个 musical style 而去觉得是说 OK 这个就是代表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个中文音乐，事实并不是如此。就好像当初周杰伦之前、陶喆之前、王力宏之前，没有人去唱 R&B， 但是 R&B 其实存在很久了。但是谁先去接触那个 R&B 的那个东西，而把它变成是说它能发扬光大？我其实那时候有这样子说，我说其实不一定马来西亚的音乐就是那个样子，那个一定是那个样子，马来人的就一定是那种慢摇滚，然后就是那种喊很大声、撕心裂肺的，或者是华人的就是一把吉他这样子，民歌不一定是那种，对就是可以多一点，你知道吗？多一点不一样的那个 style， 多一点不一样的风格。然后我那时我就可能自小比较喜欢听英文歌、日系的歌，然后韩国歌，所以我就觉得是说，哎，有没有机会马来西亚的那个东西能够出来，是比较让国际的那个音乐人或者是一些歌手可以去认可的。你这个就是好像带到了你跟张志成的那个合作。R&B 小王子对的那一个名字，可能你就是背后的推手算是这样吧，因为那时候是这样吗？是你给他的这一个，就是把他的曲风变成 R&B， 也不是，还是他自己本身也有在玩这个方面？你们有同样的思路？他本身也有在玩这个东西，然后那时候找我们的这个是叫彭学斌嘛，彭学斌老师，然后他也是有一个 concept 讲，哎，志成应该要这样，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听了很多不一样的那个 reference， 然后找了不一样的资料，然后再看志成自己本身的个性和他的那个声线，然后再去做这个整个东西到底是要怎么样去把它造出来。然后我可以比较骄傲的说一下，就是这个专辑呢，其实很少一个专辑是由就是同样的班底完成10首歌的，而且我们在当时候就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记录，同样的班底，我们把整个专辑做完了，而且编曲也是由我一个人从头搞定，全部做到所以就是那一张专辑吧，让我有机会在这个马来西亚的中文音乐圈子让人家认可，也让人家发现。所以，但是那个时候，彭学斌老师他本身已经是走在比较前面嘛，就是他是前辈，对。然后你跟志成是一个是幕前，一个是幕后，差不多同一期这样子。对。这种专辑叫《名字》。对。后来好像还是有连续几张都是走同样的路线嘛。就是一直有在这样的班底嘛，一直对，一直因为我们合作的蛮愉快嘛，然后就一直走下去吧，应该是走个5年吧，5年6年吧。我印象中这张专辑是在马来西亚发吗？还是直接在台湾发？在马来西亚有发，但是他们印刷不多，因为那时候可能唱片公司认为说，哎，本地的专辑印刷多的话，可能也是怕卖不出，所以他们就好像印刷了，我忘记了几张，总之就是很少量。然后他们一发的时候，然后电台一 promo 那个歌，然后专辑好像也卖得蛮不错的如果我的记忆是对的话吧。2001年吧，01、02年吧。所以其实那个时候算是一个很好的转捩点，就是说让马来西亚的音乐开始看到一个不一样的 chemistry。是差不多是在那个时间点开始吗？差不多吧，差不多就是
陆陆续续吧，就在之前就有那个静茹啊、戴佩妮啊，然后光良他们、曹格他们，就陆陆续续的这样子出来，就差不多都是在那个时候。那你觉得马来西亚的音乐人有没有一种特质，是有一种共同特质，是可能在其他地方的音乐人身上，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我觉得哦，不只是讲音乐吧，我觉得是马来西亚的受中文教育的华人就有一个有一个特别的 pattern，就是我们去到那里哦，怎么样熬，就是很容易 adapt to 那个那个地方的那个文化，适应力很强，超强。然后你看哦，其实这个是我要对马来西亚人马来人也好，印度人也好，华人也好，其实我们在这里就觉得我们自己其实就很普普通通嘛，每一个人都一样，会说中文，会说普通话，会说广东话，会说福建话，会说马来语，会说英语，很普通。但是其实好像，比如说我们这样子会多种语言的去外地的时候，其实它变成是一种优势了。因为比如说在中国的时候，他们会很惊讶说，为什么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华人，为什么我们会说3种语言、3种方言，或者是更多的方言？他们会觉得说，而且我们虽然不是说的很精准、非常非常的绝对的流利，但是够用，对他们来说是够用，而且他们也会很惊讶。比如说我哋識廣東話，咱會還要講福建話這種這樣子的，他們會覺得說，哎，你們怎麼能學？還有我們在交談的時候，我們可以直接說，我現在可以說中文，然後我可以直接跟他說馬來話，我直接跟他說英文，直接轉台的，他們是不能的。然後這個其實就是我們的特別之處。在做音樂的時候也一樣，我們可以把很多不一樣的那個風格、不一樣的那個 elements，很容易的 twist 去放在那個歌裡面。其實我們的這個是我們的優勢，就是我們有一個 button 是很多個 button，我們是這樣按一下就切這樣子。對，別人要換 cable，然後一點時間才可以變成是另外一個 channel，反正我們可能只是一個 button， 我們就一直按了。對，而且以前的時候，我們有着那個，就是我不知道別人啦，但是我會有的時候會想說，誒，到底馬來西亞人，身為一個馬來西亞人，或者身為一個馬來西亞的音樂人，你的那個特別之處是什麼？比如說你看，中國他們有他們的那個中國樂器，有他們的那個舞風，泰國有他們的那個很特別的那個舞蹈，然後印尼有他們的那種gamelan的音樂，然後馬來西亞呢，馬來西亞是什麼都有，變成好像沒有特色，但是其實那個什麼都有，而且什麼都能玩，那個其實就是我們的特色。這個東西是很多我認為現在馬來西亞人自己要認可的一些東西，就是我們什麼都是可以融在一個，因為我們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multicultural、multiracial 的一個 melting pot。我們在這種環境下長大，其實是最幸福、最幸運的。你剛剛講到好像我覺得我們會武功一樣你想說其他人都是有形的有形長的這樣子，可是我們的那一個能力是無形的，對，運那個氣是你睇唔到，但係係更加勁嘅。對，因為我們自小就是很 expose 嘛，什麼東西都有，比如說我們的食物，我們的那個電台、電視台播的那個音樂都是林林總總，什麼都有。所以那你覺得啦，這樣子的情況之下，比如說你去跟外國的歌手我們合作的時候，像剛剛我們聊到的都是你還在馬來西亞，你是什麼機緣之下開始跨出馬來西亞跟馬來西亞以外的人合作？那個第一個關鍵點是什麼，或者是很特別值得一提的？關鍵點那我就這裡要特別感謝一個叫 Matthew 老師的，那時候他就叫我去玩這個楊宗緯演唱會，我當他的鍵盤手，然後楊宗緯他已經是台灣很厲害的歌手啊，然後在中國巡演，然後這個也不是很久的事情吧2010多年吧，14年15年左右吧，然後就去那邊的時候，剛剛好就
我约了一个马来西亚应该10年没有见的朋友，在北京吃个饭聊一聊。然后他那时也是在北京的那个录音室上班，然后我知道我是觉得说，我说哎，中国好像很不错，很好玩。我说有机会的话，我想来这里玩玩音乐，然后就给了他我的 demo， 给了他我的 contact， 然后机缘巧合之下，就他们那边综艺节目刚刚好在找一个音乐总监，然后他们就叫我过去，算是面试吧。面试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压力很大，因为我们讲的中文跟他们讲的中文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的那个音乐的那个语速，我们的 technical terms， 我们都是用英文，他们全部是中文的，而且我讲那个英文的，他们中文的人也听不懂，而且压力特别大是什么？我去那边，我是做一个身为外国人，我要去 lead 30多个、40个中国人去把那个音乐去玩出来。然後當然人家會問你乜水啊？一嚟到得唔得㗎？一嚟到就 lead 我哋，你邊度嚟㗎？這樣子，他們會話都說不好，對啊，中文也說不好，然後也要不會跟我們溝通，然後這種東西，可是相處了久之後，然後就會覺得說，我的人原來也是蠻 nice 一下也很 OK， 然後就慢慢的磨合了起來，就到現在吧，就可以在那邊。合作做一些音乐还是什么，然后也有做一些电视剧的音乐、演唱会，综艺节目，就这样。所以除了马来西亚，你待最多就是待最久的地方，其实就是中国，就是在产业里面的话。你说我做音乐，当然是马来西亚待的比较久对，但是第二大的话就是中国了嘛，对不对？那你会觉得说两个地方的这些，或者是跟其他地方不一定是两个地方啦，就是音乐人对于音乐的追求上面会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吗？还是音乐就是世界的共同语言，大家都一样？没有，不是，不一样。我觉得马来西亚人会比较被动，而且他们要的那个东西就是说，就是说日本喜欢什么，韩国喜欢什么，中国喜欢什么，我们去听一下，然后就有点属于比较跟风，所以我们的那个开创触及和那个开创的那个整个东西，那个整个的那个点。和那个力度没有他们的这么强，没有那么 aggressive 啊。因为我们可能是自小的那个环境跟那个整个的培养，就觉得是说，先看看吧，看看一下。我们马来西亚人也比较 humble， 也比较不会怎么去 sell 自己还是什么东西。但是你看，中国、韩国、日本、美国、英国，他们都很会 sell 自己。所以这个东西我是觉得是说，不单单只是音乐上的一个特质，是马来西亚人，身为马来西亚人，大多数都是比较没有什么会去 sell 自己。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思考。你看啊，不只是音乐啦，其实是马来西亚人这个本质啦。他会不会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不够认识自己？就像他回到去刚刚你讲的嘛，我们这个也会，那个也会，那个也会，所以对我们来讲。就是这样啊，麻将哦，这样子有什么好看麻将哦，这样很正常啊。可能你觉得别人看起来是很厉害，可是对我们来讲就是这样啊。我们每一个东西都很平均，所以其实当你要去突然之间讲你自己一个优势的时候，你要从中里面选一个出来，也确实是很难呐。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如果我们知道了 ，maybe 现在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强项就是我们很灵活，你要 proud of it， 你要。sell 你这个点，我就是马来西亚人，你知道我们马来西亚给什么？就是给我们灵活，我们呢就是不会死板，我们就变通这样子，用这个东西去推自己的动力。对，可是我觉得大家不会，其实就是因为不够认识自己。韩国人、中国人、日本人，他们不认识自己吗？他们多强啊！还有泰国人，那你觉得泰国人呢？泰国人很会 sell 自己吗？很会，你看他们的那个广告，真的超强了。你看他们的广告就够，而且他们的那个广告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那个广告的广告界的创意人都认为他们是 number one 的，没有得超越，对，没有之一，就是他们了。真的，但是我知道他们的创意很好，但是他们会 sell 自己嘛？
就是会不会很 aggressive 当他们在跟其他国家竞争的时候？也不会，他们也是因为可能也是语言的一些障碍，然后第二也是他们可能也是自小就是说他们是 land of smile 嘛、land of smile 就是没有什么攻击性，微笑之国，然后什么东西都 OK， 你要怎么样都 OK， 所以他们也是。我是除了吧，你是说现在全世界泰国最出名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 Lisa。Blackpink 的 Lisa， 对啊，对啊，可是你说真正是没有人真的是去认识一个泰国的艺人，或者是任何的音乐人还是什么，也是没有。因为其实就 Lisa 跟马来西亚差不多。所以再放在一个就是世界的平台上面，如果说要讲竞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比较 chill 一点啦。chill 对，chill 到不行啊。我觉得这个 chill 的东西未必是坏事，未必是坏事。我觉得，所以这让我们保持快乐。至少我们保持快乐，身心灵偏健康。至少我觉得没有这么卷哦。对，我觉得可能刚刚我们讲到很多国家，就是你到最后他们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为当他们卷的时候，身心灵确实不容易。当然，我最近跟一个中国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吗，乃刚老师，你为中国很卷哦。我刚刚去了韩国回来，他说韩国更卷，是哦，韩国是比中国卷双倍、卷3倍的卷，很卷。你看他们那个光鲜亮丽的背后，比如说他们的那个艺术产业，他们的那个音乐还是什么，哇，非常澎湃，很劲，什么什么 You Girl Group、You Boy Group 全部都是世界拿奖的还是什么？但是他说，你知道那个压力是大到多大吗？然后你知不知道每一天韩国有多少个人自杀？这个是真的，就因为太卷啊。所以我觉得你要把一件事情做好不是不好，但是那问题是你把这个东西，或者是说我一定要全世界做到最好，然后你不眠不休，然后就是拼死拼活不择手段，然后只是要让人家看见你，然后把你认同是最好的，那我觉得是生活除了这个没有别的嘛。你要怎么样去生活？然后生活是什么？对你来说，生活只是挣钱嘛？当然，很多人说你没有钱你都不能生活，但是如果你把你全部的生活都拿在挣钱上，或者是利益上，或者是没有别的东西了，我就是要挣钱和利益，没有朋友没关系，我只要钱。你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你到最后的时候，可能你会很不快乐。我觉得是这样了因为也可能我自己做音乐，我的那个内心是比较丰富的，然后我觉得是，如果单单以挣钱为目的，而什么东西也不做，然后你去交朋友也是带着是这个是跟我有利益导向，我对我有用的我才去跟他交朋友然后我不能用心的，我们的心就是钱。当这个时候，我觉得人很可悲。其实我现在所讲的东西，我觉得每一个人心里都有数，可是没有人去讲出来，因为确实每一个人现在在社会上都是这样混。但是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要这样。以前我们真心朋友是很多的，因为世界没有这么复杂。但是现在复杂的世界，很卷的世界，什么东西都讲钱的世界的时候，全部人都把钱当第一的时候，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你生活就只剩下跟我没有利益，我们也没有什么利益可以价值，他又不会给我 job， 我又不会给他 job， 这样子我们就不要来往。我觉得有意思嘛？活得没意思啊，对吧？对，你刚刚讲到说，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说，马来西亚人可能在这方面就秋一点点说。也聊到我们的弹性啊、灵活啊，就是我们对于很多东西的掌握可能会比较快速这样子。不过，谈谈你对于马来西亚人，可能你发现的缺点或者是不好的点。缺点啊？可以讲啊，不用讲啊，大概几个人。缺点、就是我觉得听的人也会这样说，是，要不然我们总是自我感觉良好。我跟你讲，马来西亚人真的是自我感觉良好啦，我自己是啦。他说 OK 啊，我们没有问题啊，我们这里很好啊，那里很好啊。其实有一些东西 ，maybe 如果我们这个部分 pick up 起来的话，会更好。你有这样的观察吗？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人，或者是我说的实在一点，马来西亚华人，走出马来西亚的时候，
自我感觉良好和正式的那个整个的 hold 得住，我是 I can stand on my own feet 的那个机会是大过于你在国内的，就是大过于你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你说出去反而比较有优势，你走出去反而是会让人家看见，让人家被人家尊重，因为像我刚刚说的那种以上的几点，我们的那个多种语言的优势，还有多元文化的那个认知，还有我们的那种知识，其实对于国外来说，我们就是一个宝贝，we are gem， we are treasure，对。但是在国内的时候，基于就是政治把我们分化，然后让华人好像有点立不住脚，因为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被害妄想症。你看我们成绩就是真的是有很多成绩很优秀的中学生，竟然进不到大学，或者进不到他们选不到他们想要的那个科系，但是没有这么好的其他种族的他们的那个成绩，他们就可以拿到他们想要拿的。对，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马来西亚其实是很多种族，但是如果只有单一种族的在有这个优势，而没有把我们也是其中是身为马来西亚公民的那个权益放在里面的话，那我觉得很可能我们人口会越来走的越来越多。你就觉得外流，就是如果说让你在这个地方你得不到一个公平或平等的一个待遇，然后自然外面又有更 welcome 你的地方，对，人才就会外流的越来越严重。我比如说就是很接近我们的邻国新加坡，很惜才，只要你是一个人才，他多少钱他都请你过去。这个就是我觉得，你看我们很多马来西亚很优秀的人才都溜过去新加坡了，为什么？那我问你哦，我觉得啦，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多种语言，并且我们多元流教育嘛，所以我们并不在同一个语言上面共同的竞争。其实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邻国都是以英文为主嘛，英语为主，所以如果说现在因为华校有华校生，英校有英校生，马来校有马来校生，大米尔校有大米尔校生，然后再加上有不同的那个，所以就会塑造了不同的思路。跟资讯和教育的方式，所以它是完全变成同一种马来西亚人，他为什么不会是，就是全部都是马来西亚人？为什么有这样多不同的意识形态？其实我们也是有做过一些影片，大家可以去看。但是我在想，我有想过，是不是当我们每个人都用英语教学的时候，我们用英语接受教育作为我们的国语，不是代表要消灭你的那一个母语啦，就是我们华人是可以学华语，大米尔还是可以保留，马来语还是可以，但是我们共同把最大的重点放在英语的话，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有没有可能解决掉？第二个问题，你有安全感，放弃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吧，我实话实说嘛，我们每一个种族都有一些人是有上进心，或者是有一些是想说我想要学习更多，因为我想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更多的一些东西。有一些人是不想学习，他就在他的 comfort zone， 或者是自小都觉得是说可以过日子，然后我也躺平，我也是可以过。然后我不会太多种语言，我只会我自己的单一语言，我都可以过。为什么我要去学？然后有一些人的心态甚至是说，我不想学，我也不想让你好过，不想让你好过的时候，那他们就会起来反吧。我们都没有说想学，那凭什么你要上进？每一个种族都有你看吧，你看那个 social media 吧，有好的很好素质的网民。但是好素质的网民在那个整个那个氛围里面呢，可能我觉得1/10都没有，9%的都是酸民，9%的都是在看戏，9%的都是见不得你好，要你快点去死。对，所以我觉得关于你的问题嘛，用英文来教学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能。不能。你觉得为什么不能？
我觉得为什么不能？因为我们的那个想要这个东西发生的那个种族的那个发现率是不够，远远低于那种不想要的人。对，我说的，我觉得很多人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必要改变，对于很多人没有必要改变啊，因为我都日子还是有这个样过特权，那我为什么还要去改变？但是其对实说这个不好里面也有一个好的东西，就是你有发觉吗？马来西亚人特别能忍气吞声，而且特别那个耐性是特别大、特别高，而且也因为这样，我们的人特别善良。也像你讲的特别单纯，但是我们就善良。其实这个很多人看到这个优点呢，他们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们马来西亚人可以活得这么幸福？你们为什么还可以活得出自己？他讲，就是说我在中国有很多，他们就觉得说，我们活不出自己，我们想要有一些想要我们讲的东西，我们连讲也不能讲。你知道你们多幸福吗？虽然我们讲说哇，中国很 advanced 啊，科技很什么，但是也是有一些东西，他们也是没有言论自由。那我觉得这个是活在马来西亚的我们其实是有这个言论自由，还是有这个选举可以去投票的话，很兴奋的去投票，真的很幸福的，真的是一个幸福。我觉得我们很有 potential 啦，我们只是我们的路有一点远不过也不差。因为讲真，我们都已经经历了2次政党轮替，对，那我们不能讲说谁做永远是好，但是你要动嘛。我们一直在讲说，起码这个国家是有在动，对，有在动，而且它的速度比起悲观的时候的我们走得更快了。其实，对，因为你讲一下20年前问你，你相信今天的马来西亚是这样吗？你20年前、15年前问是不可能的，所以其实事情的发展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好了。其实，当然它不会一步到位，各位亲，是不可能的代志，我不会突然之间变成百万富翁，我只能现在努力赚钱。世界上的那个种种所发生的事情嘛，每一个国家都有每一个国家的利与弊吧，我应该是这样子讲。当你活在这个国家的时候，只要你不是天天被追杀，或者是天天是面对那种说，哎，我走出去会不会被人家打抢，会不会被人家什么什么那种，你不是活在那种环境之下，那我就觉得是说，其实是真的很幸福。幸福咯，我们水什么东西都挺安全的，该有的那些公共设备什么全部都 OK，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啦。没有，因为就是你在这里的时候你不知道，但是你只要走出国门，你其实就知道其实马来西亚有多好。对，好，那讲到这里了，感觉上对于马来西亚的讨论也足够了吧？我们也看到乃刚老师不是只是聊音乐，是聊说 as 一个 Malaysian， 一个在自己的专业里面打磨到闪闪发亮，到出去外面的时候是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和对于自己的国家的这个观察，我相信跟大家的感受不会差太多，只是说大家的积累都放在不同的地方。对，那我觉得多讨论多聊都是好的，这样子，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交流非常的棒。我们要非常谢谢 Music Bliss 安排这一个访谈，让我们可以好好的聊那么的多。然后当然如果说大家可能乃刚老师，你要不要说一下你跟 Music Bliss 之间的关系？他是你音乐上面很重要的伙伴吧？对。因为 Music Bliss 是这个卡外的那个代理嘛，马来西亚的总代理。然后我是他们那时候，他们就是本来就是问我要不要合作，跟他们代言这个卡外 Malaysia 的那个钢琴就是这个电子琴嘛，然后digital piano。然后我就说 OK 没问题，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合作，但是他们就把我的那个 proposal 交了上去给这个日本的卡外，然后日本的卡外通常他们就是还蛮严谨的，就是如果你是选地方性的那个代言人，就地方性的代言人而已。然后他们把我的 profile 看了 profile 过后，他们就直接是把我放成是他们的那个全球代言人，所以我就觉得还蛮幸运，也是蛮在这里要谢谢 Music Bliss 的啦。所以就是现在我在做那个演唱会的时候，我只要跟
考外是说，我在这个地方我巡演，你能不能support 我这家琴，他们都会去，因为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觉得是 Music Bliss 跟卡外做的非常好、非常到位的一个东西。因为哪怕有一天我真的是在美国巡演，我跟卡外 Japan 说，或者跟 Music Bliss 说，能不能我现在在美国能不能租借或者是赞助我一个卡外这样子去演出，我觉得绝对都没有问题。这个是他们很厉害的地方。甚至我觉得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有需要很多的support。有的时候是伙伴的 support， 有些时候是资源的 support。像荧光笔也是，我们在做想要生活节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伙伴在帮助我们去促成一个我们想要呈现的一个画面。然后我觉得每个人在自己的部分找到他自己的价值，一起去把各自的资源互相的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促成更多更美好的这个事情。所以Music Bliss 其实就是你的一个很好的伙伴，贵人。而且我也想说，很多朋友啊，其实我们在做podcast 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要找设备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找到了 Music Bliss， 然后是我们去 approach 他们的，这样说，我们不可以找你们合作这样子。然后我刚刚跟浩明讲说，他的麦也是在 Music Bliss 买的。所以呢，如果说在这一些音乐器也好，或者是一些音响设备方面有需求的朋友呢，都可以去找他们去了解更多。好，最后乃刚老师有什么话想要送给我们在看这影片的马来西亚人呢？我是觉得身为马来西亚人，你们要为自己是身为马来西亚人，我们一定要为自己身为马来西亚人是骄傲。虽然我们的祖宗来自中国但是其实我们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这个是你要对自己的身份有所认可。你自己走在你走出国门，马来西亚人的那个优势其实是很多很广泛，你立得住脚的。不要因为长期我们在这里有一些有的没的一些所谓的敏感课题，而觉得说马来西亚人没啦又不能这个又不能那个不能，其实我们真的很能的。OK， 我们是什么 Malaysia boleh kita anak Malaysia 谢谢乃刚老师今天的分享。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如果你听到有什么想要跟老师交流的，就在留言区留言，然后老师有空的时候就来看看哦。好，你要 subscribe 荧光笔哦，要去看我们的影片哦。好，今天谢谢你的时间，谢谢大家。